大家好，我是元猫。19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随着一起破裂的还有学历泡沫。东京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从 95% 暴跌至 65%， 同样是鸡娃赌未来。日本用30年证明，倾家荡产供出的名校生，却可能让全家坠入负债深渊。今天我们就再次摸一摸日本这块石头，拆穿名校等于人生赢家的谎言，帮助我们看清中国家庭正在面临的相似处境。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和今天的我们像复刻般相似，整个社会信奉一流大学等于一流企业等于终身雇佣等于幸福人生的铁律。为了这条公式，家庭、企业、政府一起陷入教育军备竞赛，每一组数据都藏着疯狂的代价。从家庭投入看，当时日本家长把教育当成阶级跃迁的唯一赌注。日本文部省1988年数据显示，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家庭每月教育支出占收入的 30%， 只为让孩子挤进名牌大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或者像早稻田、庆应这种一流名校。当时最顶级的补习班，一年学费高达998万日元，约合现在5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普通职员几年的收入总和。更夸张的是4当5落的备考文化，学生信奉每天仅睡4小时就能考上名校，睡5小时就会落榜，导致很多中学生因学业压力产生轻生念头。东京都内补习班数量突破5万家，密度甚至超过便利店。从社会氛围看，企业的抢人战进一步推高学历崇拜。1985到1990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企业年招聘需求达450万，而高校毕业生仅50万，供需比高达9比1。为争夺名校生，当年日企可以说疯狂使用超能力。当时30系企业的招聘福利尤为突出，30汽车曾推出入职送汽车的政策，针对东京大学等顶尖名校的优秀毕业生，还曾有工作满3年奖励进口轿车的规则，这直接让当年申请该公司的东大毕业生数量翻倍。而30商事这类顶尖综合商社对认定的未来不可或缺的人才，除了可能送上300万日元以上的进口车，还会提供免费高档公寓，甚至为其父母安排家族海外旅行。丰田则为核心人才提供低息房贷、免费企业宿舍等福利，宿舍配套往往包含温泉、桑拿、健身房等高档设施，且入职初期就可能发放100万日元级别的奖金，远超当时普通薪资水平。40年前，为了抢夺名校生，这些大企业甚至出台内部规定，严禁 HR 提前接触未毕业学生，避免哄抢引发同行不满。当时的名校学历在日本是货真价实的金蛋，东京大学毕业生起薪是社会平均水平的3倍，还没毕业就被企业预定。这种学历变现的确定性，让家长们更加坚信砸钱鸡娃等于稳赚不赔。和今天的中国一样，疯狂鸡娃重仓教育，日本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进行了信仰式的投资。从政府层面看，教育扩张政策加剧了泡沫。1987年，日本政府提出教育兴国计划，放宽私立大学办学门槛，5年间新增私立大学127所，大学生数量从237万增至310万。同时推行研究生扩招计划，1992年64%的本科生选择读研，看似提升国民学历，实则为后来的学历贬值埋下隐患。当经济增速放缓，过度扩张的学历供给必然与萎缩的岗位需求碰撞，形成高学历过剩的困局。泡沫破裂的代价就是学历贬值，重仓投资教育的家庭默默承担损失。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股价暴跌，地价腰斩，企业利润骤降。这场鸡娃狂欢瞬间也遇到了转折，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名校生成了过剩产能。3类家庭最终为这场狂欢买单。第一类，高负债家庭。泡沫时期，日本家庭为供孩子读私立名校，上顶级补习班，不惜透支未来几年的收入。1992年经济衰退来袭，家长收入腰斩，房产价值暴跌 50%， 而原本指望翻盘的孩子，毕业即失业，起薪缩水。鸡娃家庭同时陷入了负债和失业的困境，父母要偿还房贷和教育贷，孩子只能打零工勉强糊口。有些家庭甚至因此被迫变卖房产。更残酷的是，这种负债会代代传递。2000年数据显示，这些家庭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比普通家庭低 42%， 彻底失去阶级跃迁的可能。第二类，谪居族的批量诞生。当努力就有回报的信念崩塌，大量被击大的孩子选择逃避社会。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1993到2003年，谪居族闭门不出，
依赖父母生活的成年人从8万激增至40万，其中62%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23%是名校毕业生。他们中有人投出100份简历却无一回应，有人入职临时工后因无法适应职场霸凌辞职，最终选择把自己关在家里。这还催生了日本独特的8050问题。80岁的老父母用每月20万日元约1万元人民币的养老金养活50岁仍无工作的中年孩子，部分老人甚至要打零工补贴家用，直到身体垮掉。第三类，亲子关系的彻底决裂。长期的公立教育让孩子对父母只剩下怨恨。泡沫破裂后，很多失业的年轻人会指责父母，是你们逼我放弃兴趣，熬夜备考，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你们要负责。东京家庭法院1998年数据显示，因教育投资失败引发的亲子纠纷案件并不少见。高期待的家庭的教育模式极易引发父子关系的紧张，教育优先级压过情感连结，这种相处模式在孩子成年后就会显得尴尬。这种亲情的淡漠比经济困境更伤人。曾经为共同目标奋斗的家庭，最终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日本的教训也给了我们警示，当下鸡娃家庭同样面临各种危机。如今的中国正经历着类似日本泡沫期的教育焦虑，城市中产疯狂鸡娃，学区房价格居高不下，就连婚恋市场都有学历歧视。但日本的30年血泪告诉我们，普通家庭如果继续坚持学历等于人生赢家的旧脚本，可能只会换来一场泡沫，甚至是危机。当经济增速放缓，教育投资回报率将会断崖式下跌，学历的变现能力会急剧下降。其实不仅在日本，只要是在经济增长缓慢或者相对停滞的地区，比如很多欧洲国家，普通家庭早就不再重仓教育投资了。在国内，2025年全国考研报名人数为388万，较2024年减少50万，也是继2023年后的连续第2次下降，学历的光环正在褪去。1995年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起薪出现30年首次负增长，硕士就业率低于专科生，高学历赚的不一定更多成为常态。精英教育固然好，但是也不要有过高的期待，不要透支全部去赌一个不确定的学历回报，最终可能面临投入100万月薪5000的尴尬。更不可忽视的是高强度鸡娃的童年对孩子心理的影响。日本蛰居族的诞生，原因之一就是高压童年导致的心理脆弱。2025年，中国青少年抑郁率已达24%，其中大多数与学业压力相关。部分孩子因无法满足父母考名校、进大厂的期待，选择躺平甚至摆烂。就像1996年日本电视剧《悠长假期》里的剧情，失业的年轻人把找不到工作当作上天赐予的长假。这种逃避心态本质是长期高压下的心理防御。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宽松时代泡沫后成长的一代用30年证明，被击大的孩子往往缺乏抗挫折能力，一旦遭遇失业、失恋等打击，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甚至放弃社会角色。日本8050问题的本质就是80岁的老人既要养老，还要养失业的孩子。当下中国家庭同样面临类似风险。2025年数据显示，成年以后依然依赖父母生活的全职儿女数量已经突破100万，其中一半都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这些孩子并非不想工作，而是在高学历、低就业的困境中找不到定位，只能靠父母支持。而家长们原本指望孩子成才后养老，最终却要面对中年失业加养成年孩子的双重压力。而中国的这种代际拖累可能会比日本当年更严峻，因为中国还面临更快速的老龄化。日本用30年时间从学历崇拜走到实用主义，这段经历给中国家长很多重要启示。教育的本质不是选拔，而是培养能独立生存的人。鸡娃的尽头不是名校，而是孩子拥有不可替代的能力。放弃执念，才能避免重走日本的老路。名校不一定等于铁饭碗，当经济结构调整，名校光环会快速失效。真正的铁饭碗是孩子的核心技能。大阪职高与丰田合办的工匠班毕业生起薪甚至反超早稻田文科生。家长与其逼孩子挤名校独木桥，不如关注孩子的兴趣和技能，在就业市场反而更有竞争力。砸钱也不一定就等于好成绩。日本泡沫期，家长们坚信补习班越贵，效果越好，但是教育投资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对越好。家长要算清教育账，避免为高价学区房、天价补习班负债，把更多精力放在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抗压能力上。这些软实力比短期的分数更重要。
牺牲童年换未来幸福，这种功利性的培养逻辑是极其危险的。日本谪居族的悲剧证明，长期压抑的童年会摧毁孩子的心理韧性。1989年，日本有40%的中学生因学业压力想自杀。1998年，青少年自杀率创历史峰值。这种心理创伤会影响孩子一生。其实，日本宽松世代后来的转变值得借鉴。自2002年，日本政府开始全面推行宽松教育，鼓励普通孩子参与体育、艺术活动。虽然有钱的中产家庭还是会选择把孩子送去私立名校，走精英路线，但是现在大多数普通日本人家的孩子就是在宽松的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结果呢？大家都知道，几十年来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一个停滞不前的通道，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但是年轻人就业率却在一路攀升。曾经疯狂鸡娃的教育环境并没有让日本成功跨越经济周期，如今宽松的教育环境也没有让日本的年轻人成为被淘汰的无用之人。日本用30年血泪告诉我们，当经济增速放缓，学历泡沫必然破裂。当教育投资脱离社会需求，再疯狂的鸡娃也只会制造精致的失业者。今天的中国家长不必重走日本的老路，放弃名校崇拜，关注孩子的兴趣和技能，算清教育投资的性价比，在孩子身上少一些功利思维，还给孩子一个完整的童年。收手吧，别让爱变成枷锁，别让全家的积蓄变成一场赌博。好了，关于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元猫，我们下期再见。